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近日，市场公开信息显示，恒大集团在内部下发了关于下发黄金周期间10项重点营销措施及专项考核的通知，大力组织销售工作。五一小长假对于房企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销售窗口。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整体依旧处于低迷态势，逾80%百强房企累计业绩同比降低，仅30%百强房企拿地，开局惨淡。恒大集团内部通知强调，黄金周期间将同步输出品质保障、即买即住、监管账户资金保障、及时网签保障、交楼安心保障3重保障等核心卖点。在宣传项目品质环境、精装修、全能配套、纯熟社区等基础上，进一步从买家的资金安全、交楼保障等方面提升买家信心，助力销售。为此，要求项目总牵头与当地政府专班积极努力沟通，取得当地政府专班支持恢复销售的各项举措，包括不限于渠道佣金政策、销售一线人员奖励政策、政府监管背书现场派员政策、积极组织圈层客户洽谈购买、协调银行恢复按揭业务等等，要将恢复销售的综合方案与当地政府沟通取得认可，使得其他各项重点营销措施能够落实实施。另外，取得当地政府专班支持，制定切实可行的渠道激励政策方案，确保1到2家全新中介机构合作，全力打开渠道待客。除常规销售渠道之外，恒大重提全民营销，要求各单位向全体员工传达五一黄金周最新销售优惠政策及信息，鼓励员工积极投身到全员营销工作中，发动身边有效资源，积极推广现阶段的新闻及销售推广，陪同客户到访。早在2020年，恒大就率先打起全民营销的口号。根据恒大当时的文件，从2020年2月18日起，购房者可享恒大楼盘75折大优惠，而且除享有特大优惠外，针对楼盘去化率以及不同的支付方式，购房者还享有不同额度折扣，相当于折上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碧桂园、富力、花样年、新城控股、融创等房企不甘其后，都纷纷加入了网上促销潮。数据显示，2021年恒大全年实现合约销售金额约4430.2亿元，合约销售面积5426.5万平方米，销售额同比下降38.74%。根据恒大2021年合约销售额目标7500亿元来看，其2021年的目标完成率为59.06%。对于通知强调的品质保障、即买即住，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购买新房的购房者而言，最大的顾虑其实是交付问题，而现房销售就给予了购房者信心。对于出险房企而言，适当让利加上现房销售，也可以让购房者和企业双赢。根据历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销售经验来看，第一季度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量在全年销售中占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小阳春销售出去的房产占到开发商全年销售的15%到20%比例。由于今年一季度多地疫情散发，房企销售受到一定程度阻碍。也有市场人士表示，作为最早一批出现流动性问题的头部房企，恒大多次明确表示不会贱卖资产，而是选择重启恒大式促销，欲依靠自身的销售能力回血。不过，第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整体依旧处于低迷态势。在重点监测的30个城市中，3月份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48%，同比跌幅扩至47%。土地市场方面，在部分热点城市开启首轮集中供地的情况下，3月份土地市场仍然保持低位运行，企业拿地依旧仍保持谨慎态势。截止至3月末，百强房企中仅有30%企业拿地。具体来看，成交方面，一线城市市场陷入沉寂，成交面积为200万平方米，环比微增7%，同比降49%，累计同比降37%。受制于疫情防控出现反复，上海、深圳房地产市场处于半停摆状态，成交同比跌幅明显扩大。北京、广州成交同样不及预期，3月上中旬市场表现疲弱，新开盘项目平均去化率低至30%。而3月份百强房企单月仅实现销售操盘金额5115.4亿元，环比增长27.4%，增幅明显低于往年同期，同比降低52.7%，较2月降幅扩大5.5个百分点。
相比1月业绩规模降低 2.6%。累计业绩来看，1到3月百强房企的整体业绩规模同比大幅降低 47%， 同样低于2020年的同期水平。一季度开局可谓惨淡。整体来看，多数规模房企销售表现不佳。报告显示，一季度有逾80%的百强房企累计业绩同比降低，其中近40%企业的降幅高于 50%。这一方面是受到市场低迷、行业信心不足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推盘及营销积极性也普遍不高。2、3季度企业需加紧推盘供货，积极营销，以尽可能提高去化率水平。企业拿地方面，即使一季度部分城市集中供地有一定热度，但对于投资整体刺激作用依然有限。当前仅有头部房企业在核心城市拿地，截止至3月末，华润、中海、中交、建发、万科、绿城新增货值超200亿元。而10强房企新增货值占百强总货值的 60%， 较2021年全年大幅提高25个百分点。一方面，百强房企中近70%企业依旧未拿地，超过半数企业来自项目开发商；另一方面，拿地金额较高的企业中，仅大家、伟星拿地销售比高于1，绿城、建发、华润拿地销售比超过 0.3， 其余拿地销售比均低于 0.2。小于去年 0.25 的均值，谨慎态势可见一斑。一季度行业100家典型房企的融资规模同比大幅下降 52.5%， 特别是2、3月境外融资几乎停滞。2022年至今，有约 75% 的房企融资规模同比减少，其中有近40%企业同比降幅超过 50%。从整体情况看，在目前行业风险未出清，仍有企业债务违约及暴雷的情况下，目前政策回暖的传导落地上需时日，短期内规模房企整体的融资规模仍将保持在低位，企业应继续保持谨慎，防范信用及流动性风险。在加紧去化回款、缓解流动性压力的同时，也需积极把握融资机会，在并购融资、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方面进行尝试。市场底或将在2季度到来，届时成交或将筑底企稳，同比跌幅也将有所收窄。但基于城市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市场现状、潜在购房需求及居民购买力等多方面因素，各城市市场或将加剧分化。房地产行业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多部委密集表态释放维稳信号，部分城市因城施策分类放松调控，但政策端利好仍需要时间传导。短期内市场整体的供求和成交仍未有明显转暖迹象，市场底或将在2季度到来，届时成交或将筑底企稳，同比跌幅也将有所收窄。一季度数据显示，百强房企操盘金额为14381.9亿元，同比大降 47%， 全口净销售金额为16279.2亿元，同比降幅也达到了 47.1%， 业绩表现不及2020年的同期水平。其中一季度有超过80%百强房企累计业绩同比下降，近40%房企的降幅超过 50%。规模房企销售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大背景近乎萧条，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行业信心不足，需求端持续观望，进而导致企业自身推盘及营销积极性不高。除了销售端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外，多数企业流动性压力也将持续。去年以来，行业整体规模增速放缓，市场持续降温延续至今，大部分企业在业绩实现和销售去化层面有较大的压力。回望去年，规模房企整体的目标完成情况远不及历史同期，有逾80%房企未完成全年业绩目标，平均目标完成率不到 90%。从部分企业已经披露的年度业绩目标来看，预计2022年会有多数企业保持去年的规模预期，也会有不少房企根据自身的货值和去化率水平，适度调降全年的销售目标。压力城市在救市政策落地后，市场确有回温，但持续时间较短，侧面印证城市强弱转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典型如郑州，上半月成交明显回升，但由于楼市供远大于求，下半月成交再度下滑，新开盘项目平均去化率低至 20%。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多部委定调稳地产、房地产金融政策或将适度控制去杠杆节奏和力度，再加上部分2线城市4线调控出现松动迹象，预计更多压力城市或将跟进效仿局部放松，以刺激需求端释放。基于政策端已释放维稳信号，
利于行业信心的恢复，但政策将适度松绑，并不代表全面刺激。核心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仍将从紧执行，若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或将分类放松，压力城市有望通过棚改、财税托市等刺激居民购房消费。但城市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市场现状、潜在购房需求及居民购买力等不同，各城市市场或将加剧分化。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